今年上半年的新机发布会上基本结束，除了华为目前还没有发布 P50 系列外，其他厂商都已经有所动作。苹果在今年上半年的动作也是相当之大， M1 芯片的 iPad Pro 2021、 M1 芯片的 iMac 等等。不难看出，苹果的 M1 芯片将要打破各个硬件之间的隔阂，从底层硬件方面实现生态联动。不过对于大部分消费者而言，如果将最新的 iPad Pro 2021和今年秋季发布会上即将发布的 iPhone 13来做对比，大部分人肯定还是更偏向于选择 iPhone 13。理由很简单， iPad 在大部分生活中都不是必需品，而手机则是，所以自然在 iPhone 13发布前夕， iPhone 的关注度是最高的。从发布时间来看，今年苹果 iPhone 13的发布时间与往年大致相同，并不会出现 iPhone 12这种推迟发布会的情况。与此同时，苹果 iPhone 13的外观也基本上确定了下来。首先从设计图来看，苹果 iPhone 13在厚度方面比 iPhone 12稍厚了一些，因为 iPhone 13的续航相对于 iPhone 12来讲有所增加，所以厚度变厚，重量变重也都是情理之中，用户也能接受。其次就是镜头模组更加突出，有消息指出，今年 iPhone 13的镜头模组将会实现升级，所以镜头的模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续航和镜头的升级换来了重量和厚度小幅提升，这种交换怎么看都是不亏的。另一方面， iPhone 13、iPhone 13 mini 背后的镜头陪脸将会从竖向陪脸变为斜对角陪脸。尽管不知道苹果到底是出于何种想法做出的改变，但这种设计很多人都表示并不是十分看好，有不小的违和感。同时，今年 iPhone 13的正面刘海将会有所减小，并不是技术有什么突破了，而是苹果学习安卓厂商将听筒向上移动，减少了听筒的占用空间，也就减小了刘海的面积，其这一改变还是很大的。最后就是120赫兹高刷的加入，但仅仅只限于 iPhone 13 Pro 以及 iPhone 13 Pro Max 两大旗舰机型上，它们都会使用具有 LTPO 技术的屏幕，能实现更智能的刷新率调节，即刷新率在1到120赫兹之间。总体来看，今年 iPhone 13系列就长这样，身上的改动其实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续航、拍照、外观以及屏幕都有所升级。而如果这样一看，去年发布的 iPhone 12系列瞬间好像不香了。那么最后，你认为今年的 iPhone 13系列吸引你的地方够多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